他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他被称为登山运动员，他是美国唯一的一支山地作战部队，他就是第10山地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39年年底，冬季战争期间的苏奥穆萨尔米之战，使这些懂得利用地形和气候优势，致使苏军惨败的滑雪战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领略到雪地部队的战斗力后，时任美国国家滑雪委员会主席的查尔斯·麦诺特多尔力劝美国相关部门成立一支类似的部队。1940年9月，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和美国陆军在听取了该建议后，同意了这项建军计划，决定成立一支专门在恶劣条件下作战的山地部队。之所以会采纳这一建议，是因为陆军在一方面认为现役的部队无法应付欧洲即将到来的冬季，另一方面就是美国陆军获悉了3个德军山地师组建的情报。美国陆军在刚开始的时候计划成立10个山地师级单位，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山地师的数量被不断腰斩到仅剩计划中的唯一一个处于服役状态的第10山地师。美军将领也开始怀疑起师级山地部队的可行性。直到1941年秋季，由于缺乏山地作战经验，意大利军队在进攻阿尔巴尼亚的过程中被希腊山地部队大败，损失高达25000人。此战过后，也让美国军方终于下定了决心。1941年，在经过马歇尔同意之后，充当未来山地师一部分的美国陆军第1支山地部队第87山地步兵营在路易斯堡正式成立。在部队刚成立之时，滑雪协会可以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由于军方急缺滑雪经验丰富的人士指导士兵训练，所以与滑雪相关的学校和俱乐部等单位为军方输送了大量的人才。1943年7月15号，在经过2年的筹备之后，第10山地师终于在科罗拉多州的霍尔军营正式成立。在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之后，全师官兵已经能够熟练地将登山、滑雪等技能运用到作战之中，该师也在不久后就调往了意大利战场。而在第10山地师到达前线后，立刻就展示出了非凡的专业战斗能力。该师在意大利的多山地形中不断地突破德军地势险要的阵地，使一度被钳制的盟军得以快速推进。该师士兵也因装备有登山杵和绳索，被称为登山运动员。该师的地面作战能力也不弱于美国陆军其他的步兵师。随后在著名的波河河谷战役中，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0山地师虽然有着不小的伤亡，但是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此战过后，第10山地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也令世界各国军队所瞩目。直至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支新生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仅战斗在意大利战场1年的时间中，就伤亡了4072名官兵。随后在1946年，第10山地师返回美国。1948年，该师被解散，所下辖的部队被编入美军各步兵师。直到1984年12月4号，由于美国陆军发布了开始成立轻装步兵部队的第185-1号命令，第10山地师才得以再次组建。在此之后，该师参加了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进入21世纪后，第10山地师作为美国陆军主力部队被部署在阿富汗。如今的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已经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驻地为美国纽约州德拉姆堡，隶属于美军第18空降军，现任师长为瓦尔特·皮亚特少将。该师现在已经是以轻型步兵为主体的，包括有空中突击力量的诸兵种合成部队。全师的所有装备均可以通过空运快速部署。不仅是美国军队中唯一一支专门进行山地作战的部队，还是美军执行应急作战任务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该师的标志是2把 M5 刺刀组成的罗马数字10，这个标志象征着山地师官兵的勇敢精神和为美国荣誉做出的巨大牺牲。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随着美国陆军的改革逐步深化，第10山地师的结构组成也经历了许多变革。2004年9月，原属该师的师属后勤司令部第3营、第62防空高炮营等后勤支援单位被裁撤，余下的部队也进行了整合，组建了2个旅级战斗群。2004年后期，又在德拉姆堡组建了第3旅级战斗群。2005年1月19号，
第4旅级战斗群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克堡成立。根据2010年的美军编制，第10山地师编制总数为1万余人，下辖1个师部与师部连、3个步兵旅部与旅部连，共辖9个轻型步兵营、军事情报营、防空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各1个，1个师战斗航空旅下辖攻击直升机营、战斗航空营骑兵中队、宪兵连以及师乐队各1个，1个师炮兵司令部下辖1个155毫米牵引榴炮连和3个105毫米牵引榴炮营，1个师支援司令部下辖补给与运输营、卫生营、运输机维修连、维修营各1个。全师主要装备有 OH-58D 观察直升机31架、EH-60 电子战直升机3架、AH-1 攻击直升机8架、UH-60A 多用途直升机36架、AH-64 攻击直升机24架、155毫米轻型牵引榴炮8门、105毫米轻型牵引榴炮54门、81毫米迫击炮36门、60毫米迫击炮54门、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162部、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44部、毒刺防空导弹发射装置40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36部、40毫米榴弹发射器831具、12.7毫米重机枪47挺、7.62毫米机枪918挺、M16A1 5.56毫米自动步枪9818支，各种车辆2360部，各种夜视器材1200余件，各种无线电台2446部。在大规模机动作战方面，第10山地师包括直升机、火炮、车辆在内的所有人员和装备均能够通过军事空运司令部的 C5 运输机和 C141A 或者 141B 运输机快速投运。直升机旋翼甚至不用进行拆卸，在到达战区后就可以立刻进行作战。从美国本土用 C141 投递一个包括全师人员、装备和携带48小时作战弹药等的完整山地师至太平洋战区只需要500架次。在小范围机动作战方面，全师装备了各型直升机102架，各种作战车辆和运送车辆2360余部，具有不俗的空中和地面战术机动能力，在非作战条件下24小时的机动能力可以达到500公里。AH-64 攻击直升机营的机动作战半径可以达230公里。该师航空旅的战斗直升机营所配备的30架 UH-60 直升机可一次运输2个步兵连，速度每小时可以达200公里，具有较强的立体机动能力，可以进行连级规模的空中突击行动。第10山地师作战局限性在于，一是该师在重型地面突击火力上不足，且没有防护装甲和装甲突击力，独立作战能力有限，所以在进行前期突击行动时必须尽快得到重装部队的支援。二是该师的运输能力较为薄弱，难以担负起巨大的战役物资消耗。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